她是300年未嫁依然保持童真的少女，摘去发套，她化身为女王深爱的男宠。与苍老枯竭的女王相比，她如鲜花饱满而美丽。女王无法重回曾经拥有过的青春容颜，她却可以用至高无上的权力宣称少年是她的战利品。女王送她一份昂贵的礼物，这是一大片土地和一座建在上面的庄园和数不完的金币。她还被授予了最高级别的骑士勋章。少年和他的继承人会永远享受这一切。然而女王却附加了一个条件。Do not fade. Do not grow old. 女王的话似乎成为一个魔咒，伴随了少年整整400年。这部1992年的电影，23年后的今天看依然前卫的要命。谁都无法想象，这竟然是部写于1928年的小说，被定义为世界上最长最动人的情书。让我们一同走进这部让人头脑中可以充满各种疯狂念头的电影。2年前，绝代佳人奥兰多只有16岁，他出生于和女王有血亲的古老英国贵族。他总是依偎在橡树下，拿着纸和笔，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他拥有良好的教育，敏感又略带忧伤。他热爱诗词和写作，向往大自然。直到这天，女王来他家做客，奥兰多换上宫廷礼服，去见传说中最美的女王。他狂奔至女王面前，单膝下跪，端着浸泡着花瓣的洗手盆为她服务。他一直不敢抬头，仅仅看到女王布满皱纹的双手。女王并未怪罪他的鲁莽，而是略带深情地望向他。晚宴时，奥兰多为女王吟诵自己写的诗歌，其中关于对年轻的赞扬让年老的女王面露不悦。父亲连忙解释，儿子口中的美丽正是在歌颂女王。四目相对的那一刻，脾气暴躁的女王爱上了青涩的奥兰多。女王喜欢他纤长的美腿和英俊的面孔。I want you here in England with me. You will be the sun of my old age and the limb of my infirmity.My favorite, my mascot. 奥兰多虽成为女王身边的红人，却深感孤独。不久，女王去世了，奥兰多的父亲也紧跟着离开了人间。奥兰多倍感迷茫，死亡的降临让他意识到自己会目睹身边所有人的离去，这份无助感始终围绕着他。他与一位贵族小姐订婚，但这仅仅是社会约定成俗的惯例。他并不爱这个女人。1610年的英国大双节，英国贵族举行盛大的仪式，他们毫不同情坠入冰层的劳动者，而是耻笑这些可怜的穷人。奥兰多遇到了俄国外交官的女儿萨莎，她身材娇小，面容乖巧，围绕着父亲潇洒地在冰面上画出完美的曲线。仅一瞥仿佛唤醒了奥兰多沉睡多年的爱情，他忘记了身边的未婚妻。 Who's that? I believe she's the daughter of the Muscovite ambassador.Rather delightful. 晚宴上，几位贵族男人在萨莎身边谄媚。萨莎并不喜欢他们，而是故意和坐在对面的奥兰多用法语交流。一颦一笑间，他们的默契一览无余，似乎王宫的人都看出了两人的端倪。未婚妻更是怒火中烧。好友告诫他不该自毁美好前程，奥兰多并不认同，他只想追随本心。他疯狂地爱着萨莎，为了她，奥兰多宁愿去狩猎一只野狼，而不是一只乖乖的小兔。他要畅饮伏特加，而不是没有后劲的 whisky。未婚妻怒火中烧，质问奥兰多 My lord, have you quite forgotten that we are betrothed? My lady, I am being constantly reminded. You speak so lightly of it. You've betrayed me.The treachery of men. 奥兰多与萨莎坠入爱河，他多愁善感，即使萨莎与他厮守，他依然担心萨莎会离开他。 Can't bear this happiness to end. But we are together. Yes, now. But what about tomorrow? And the day after? I think you suffer from a strange melancholy, which is you suffer in advance.浓烈的爱甚至让奥兰多产生幻觉，他看到萨莎亲吻了水手，他飞奔上船撕扯水手，却被反扑摔倒。萨莎不禁对奥兰多生出反感之情，他解释刚才水手只是将他放在甲板上，是该死的迷雾蒙蔽了奥兰多的双眼。这一刻，电影中奥兰多用男性自私的口吻将女性物化。 Stay with me. Don't ever go. But it's impossible. But why? Because when the ice breaks, we must go. Our destinies are linked.You're mine. Why? Because I adore you. 他与萨莎约定要一起私奔，然而约定的这天，萨莎却并未出现。寒冬已过，春回大地，突如其来的大雨使泰晤士河的冰面断裂。他又想起萨莎说过的话，冰层断裂的日子就是他离开的时候。奥兰多的梦被粉碎，
巨大的耻辱让他愤怒。奥兰多爱的不只是萨莎，也是他自己。可向往自由的萨莎需要足够的宽容才能撑得起他，狭隘的天地只会让他窒息。他们虽足够亲密，奥兰多却从未走进萨莎的心。萨莎对他比翼轻视，同样暗示了他们的爱会以悲剧告终。 The treachery of women. 这句话也是之前未婚妻曾留给他的，如今却在自己身上应验。失恋让奥兰多整整沉睡了7天才苏醒，医生每天都来，却找不出原因。这天清晨，他终于醒来，他与初恋彻底告别，同样也告别了年少轻狂。 I can find only 3 words to describe the female sex, none of which are worth expressing. 只有在诗歌中畅游，才能让奥兰多短暂地忘记那些伤痛。1650年开始，奥兰多足不出户，将自己封闭在庄园。他痴迷写作，疗效显著。这样的生活持续了40年，他却仿佛被时光忘记，依然年轻俊美。他创作了诗集《大橡树》，他特意邀请著名的作家尼克·格林做客，希望能得到对方的点拨。格林说，大多数天才的作品都来自贫穷与绝望，因为他们能够接触到最真实的内心感受。他讽刺莎士比亚的创作也并非真正的热爱，而真实意图只是为了谋生。英国的诗歌已经消亡。他进一步说出实情，奥兰多生活奢侈，他永远无法感受到这些情感，因此他的作品根本不具有天才的品质。格林的作品一直受到年轻人的喜爱，但他定义这些作品为垃圾，因为他不得不为每年300磅的房租写这些东西。奥兰多主动承担了格林的房租，而格林转身就评价奥兰多是附庸风雅的贵族浪荡子，并将奥兰多的作品评价得一文不值。对于自己崇拜作家夸张的负面评论，奥兰多生气地将信件扔进熊熊的烈火之中，但他还是固执地膜拜格林，爱惜他们的友谊，支付了他承诺过的房租。时间来到1700年，在爱情和诗歌方面都遭受到巨大打击的奥兰多将目光投向了政治。他请求国王派他去君士坦丁堡担任大使。奥兰多认真履行职责。起初，君士坦丁堡国王对奥兰多的到来并不感冒。It has been said to me that the English make a habit of collecting countries. Oh, we have no designs upon your sovereignty at all. No, none at all. You would assist us in defense against mutual enemy. 互相熟悉后，国王才意识到奥兰多的远道而来只为修复他破碎的心。后来他们成为好友，一起分享面包和葡萄酒，一起分享对世界的认识。奥兰多在这里一待就是10年。哈里大公赶来为他颁发勋章，奥兰多被安妮女王提拔。在庆功晚宴上，他们突然受到敌军突袭，国王告诉奥兰多，敌人的军队就在他们的城门口。他请求奥兰多提供帮助。奥兰多为了多年的友谊拿起武器，然而在战争中他却目睹了死亡和血腥。他主动去唤醒敌国受伤的士兵，哈里大公提醒他不该去救治一个与自己对抗的敌人。 This is a dying man. He's not a man, he's the enemy. 奥兰多陷入沉思，他厌恶残暴与权力带给民众的苦难。在100年的沉淀中，奥兰多越来越多地融入女性的慈悲与包容。强烈的痛苦使他失去知觉，他再度沉睡。7天后，他披着满头美丽的卷发，在一片神圣的光芒中醒来。摘掉发套的那一刻，他与之前的性别身份彻底告别。奥兰多汲取了月亮的晨辉，抛弃了代表男性过去的衣物，变成了女人。 Same person. No difference at all. 性格变化让奥兰多欣然多了份笃定，他与之前的英俊男子划清界限。奥兰多穿越沙漠回到他的祖国，身份也从奥兰多成为奥兰多夫人。他开始理解那些惩罚和特权。之前有过30年男性经历的人，奥兰多一直理所当然地认为女性要温顺、保持贞洁、有教养、装扮得体。等她成为真正的女人，奥兰多每天都要花上几个小时才能穿上胸衣、衬裙和巨大的裙罩。单单梳洗打扮的时间，就让他对女人产生了无比的敬畏。巨大无比的裙摆虽然美丽，却束缚了女人迈出的每一个步伐。1750年，英国古典主义时期，文化圈沙龙盛行。奥兰多开始沉浸于伦敦的各种文化聚会，尽管管家劝慰他不该一个人前往，但热爱诗歌的奥兰多怎会放弃这样的好机会？奥兰多穿着镶满蝴蝶结的丝缎华服，戴着高耸落云的假发，他的笑容和双颊的胭脂一样粉嫩动人。哈里大公一眼认出了他。女性依旧是被圈养的附属品。那些自命不凡的作家妄自尊大，讨论着女人们如何卑微。此刻奥兰多才恍然大悟，当初自己的样子多么可恶。他终于找到被萨莎玩弄的原因。他赤膊了贵族名流的高谈阔论。 You are poets, each one of you, and speak of your muse in the feminine,
And yet you appear to feel neither tenderness nor respect towards your wives nor towards females in general. And therefore quite unsuitable a terrain for females who must discover their natures through the guidance of a father or husband. And if she has neither? Then, however charming she may be, dear lady, she is lost. 奥兰多沉默了。那个时代，女性没有继承权，也没有自己的财产，甚至工作都很难找到。似乎唯一的生存方式就是嫁人。奥兰多站在男性立场上，反思之前对女性的偏见和误解。此刻，他对女性遭受时代束缚的痛苦感同身受。灾难接踵而来，一回家他就收到几份诉状。贵族认定奥兰多一直是女性，却假装对女王呈现出男人的面目。他根本无法得到女王承诺的土地和皇室遗产。他们要求追回女王赠予他的房产和礼物。哈利大公向奥兰多求婚，以赋予他体面。I'm offering you my hand. Archduke, that's very kind of you, yes. I cannot accept. But I am England, and you are mine. I see. On what grounds? That I adore you. I'm sorry. 当初他也曾和萨莎说过这样的话，如今性别对调，那些话仿佛成了巨大的讽刺。This is your last chance of respectability. Can't breathe. You will die a spinster, dispossessed and alone. 奥兰多拒绝求婚，却遭到孤独一生的揶揄。他提起巨大的裙摆，一头钻进花园里绿色的迷墙。Spinster. Alone. 巨大的裙摆被狭长细密的植物高墙挤压，一路向前。实际上，奥兰多也说不清自己究竟是男人还是女人。如今，他仿佛一根狂风中的羽毛，男权社会中所有都掌握在男人手中。他想呐喊，却又深感无助。现在，这昂贵的绸缎衣裳已经无法塞下奥兰多向往平等自由的心。影片中紧张的弦乐节奏步步逼近，伴随奥兰多穿越了层层迷宫，冲出迷雾时，已是100年后的维多利亚时代。他身上浪漫华丽的蓬蓬裙也化身为庄重轻便的罗布长袍裙。伴随急促的呼吸，他狠狠摔倒在绿色草地上。时间进入了1850年，奥兰多趴在草地上和一个坠马的男人偶遇。You're hurt, ma'am? I'm dead, sir. Dead. That's serious. Can I help? Will you marry me? 奥兰多爱上了美国冒险家希尔丁，此时正处于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希尔丁带着自由、平等、开放的思想感染了奥兰多，他与萨莎的面孔惊人的相似。几百年的轮回，他们身份互换。如今，奥兰多成为女人，希尔丁完全不同于英国那些男人。接下来的这番话也让奥兰多更加坚信对希尔丁的爱。Freedom must be taken. Freedom must be won. Say if I was a woman, I might choose not to sacrifice my life caring for my children, nor my children's children, nor to drown anonymously in the milk of female kindness, but instead say to go abroad. Would I then be A real woman? 之前青涩的少年，如今成为成熟女性，这完全与性别无关，而是属于奥兰多真正的成长。他深刻地意识到，无论男女都必须发挥自身价值，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奥兰多也从希尔丁身上第一次体会到真正美好自由的爱情。奥兰多收到了法院判决书，她作为女人无法接受土地庄园，她没等法官宣判完就在上面签字。他用女性身份换取了平等与自由，然而他们的爱并没有留住希尔丁。奥兰多提出想为爱情生个孩子，希尔丁却坚持自己的爱属于全世界，他要继续自己全新的冒险征途。此刻奥兰多并未挽留他，美好的爱情或许就是从对方身上汲取正向阳光的积极能量。身体的物理距离远远无法比拟心灵的高度契合。那天在大雨中，他们做了最后的告别。 Kelmadine! Good luck! Orlando! 奥兰多在大雨中接受洗礼，每一滴雨水都承载着生命与成长的力量。他抛下了疲倦与烦扰，彻底融入了这份与大自然共鸣的纯净之中。镜头转换进入2战的炮火，奥兰多怀孕了，她避开枪林弹雨，保护胎中的妇儿。她在战火中重生。镜头来到现代，
奥兰多拥有了成功的事业，他是名优秀作家，他将自己的诗集《大橡树》缝缝补补400多年，最终出版发行夺得大奖。奥兰多早已没有当时对格林那般唯唯诺诺、毕恭毕敬。出版商好奇地问，写这部诗集用了多久？奥兰多并未正面回答，而是将视角推给观众。出版商无法得知，这是他耗时近400年的作品。奥兰多骑着摩托车载着女儿来到曾经属于自己的庄园，女儿继承了他的大长腿和美貌，庄园已经成为现代博物馆。他有幸见证了历史的变迁，他依然保持着与生俱来的面貌。庄园的墙面挂着一幅奥兰多的肖像，游客们时不时地为古老又神秘的庄园主拍照，他们无法想象身边的女人正是肖像中的奥兰多。电影结尾，奥兰多回顾自己的400年，少年、公爵、女子、贵妇一一呈现，那是无数个奥兰多，唯独现在的自己缺席游离在外。他身后的橡树，今天已经是几个人伸开双臂才能环抱。他虽在400年中面貌和身材没有多少变化，但他的思想不再接受命运的桎梏，将过往抛在脑后，他获得了重生。从伊丽莎白一世到现代，他将两性的气质融为一身，与内心世界、外部环境达成平衡。看到母亲的泪痕，女儿问起 Why are you sad? I'm not. I'm happy. Look up there. 奥兰多将目光转向头顶唱歌的天使，天使唱着：我来了，我来了，我既非男又非女，你我合二为一，永不分开。我在尘世，我在苍穹，我正在绽放，我正在凋零。虽然这是部1992年的电影，这样摩登先锋的改编剧本至今看来依然稀有高级。女导演莎莉波特改编了20世纪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同名小说。这部典型的超现实主义影片用死亡、爱情、诗歌、政治、社交、性和重生串联起奥兰多一生的各个时间点，也串联起他思想觉醒的过程。患有双向情感障碍的女作家饱受精神疾病的折磨，反复患上抑郁症，曾2次自杀的她无法突破男权社会，情绪低落。奥兰多是伍尔夫的期盼与憧憬，他期望女人能像奥兰多一样冲破束缚，掌握自己的人生。400年的时光也是一部瑰丽的大英帝国服装史，从伊丽莎白一世直至维多利亚女王时期，再到2战和最后的现代，从17世纪生机勃勃的巴洛克风到18世纪繁花似锦的新古典主义，再到简洁干练的现代裤装，没人比蒂尔达·斯文顿更适合演绎奥兰多千变的人生。同样，出生于苏格兰最古老的家族之一的斯文顿，他轻松地在男女间转换，挤掉实力雄厚的竞争对手，获得了国际大奖。他面对天降的荣誉，像极了奥兰多获得名望后荣辱不惊的淡然。斯文顿模糊了性别界限，他饰演的奥兰多纯净会说话的眼睛，悲愤交加的咒骂，还有被人污垢后的委屈无助，纤细敏感乐于幻想的表演，拉近了荧幕与观众之间几百年的距离。那种单纯执着的眼神，拙劣到让人不敢直视。回到电影本身，现代女性已经比那个时代有了大大的改善，我们有足够多自己想做的事儿，可以选择自己的工作，婚姻也不再是女性唯一的出路。最后一段，奥兰多女儿喜欢摄影，幼小的她用眼睛去感受呈现这个世界，这大概也是导演对女性平等多元的投射。他呼吁我们每个人都不该单纯地站在某一立场看待另一个性别，如果不能超越性别的束缚，就无法得到真正的自由。勇敢，不要惧怕孤独，更不要被孤独要挟。400年不老的容颜凝视让我眩晕，才华横溢的女导演萨利波特和疯狂的女作家伍尔夫，还有男女可以随意转换的蒂尔达斯文顿，让我不得不由衷地喜欢这部好电影。专注